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大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实力上限，军事力量也是如此。那么世界上最小的5个国家，其军事实力如何？在这里就需要科普一个名词：无军队国家。无军队国家指政府不设立军队或不设立正规军队的国家。有些国家是为了防止发生军事政变，自己解除了军事武装，并且不再设立军队。比如加勒比国家哥斯达黎加，在经历军事独裁和内战之苦后，该国于1948年决定废除军队，并在1949年写入国家宪法，以避免军事独裁再次破坏该国家的民主和平。哥斯达黎加还将每年的12月1日定为废除军队日，有的则是规定按照2战后相关反法西斯条约的规定，有关国家也不能拥有军队，比如日本，有的是因为国土面积太小了，确实没有保存军队的必要，比如梵蒂冈。不过不管国大国小，有国就需要防，这些没有军队的国家解决国防问题的方法也各有不同。小国家基本上是寻求他国，特别是邻国给予的国防支持，比如梵蒂冈。梵蒂冈同意意大利虽然没有具体的军事协议，不过意大利防卫队依然非正式地保护梵蒂冈城的安全。需要注意的是，不少没有军队的国家却有国防支出，警察队伍承担了维持秩序、保卫和平的使命。今天就来聊聊世界上最小的5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既然是世界最小，那自然是无军队的国家，其中最著名也是最小的国家就是梵蒂冈了。梵蒂冈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西北角高地的一个内陆城邦国家，也是全球领土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国家。其国土面积只有 0.44 平方公里，相当于6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梵蒂冈的东面是邮局和梵蒂冈宪兵兵营、圣彼得大教堂和圣彼得广场，南面是教皇的会客厅、法院和火车站，西面则是广播电台和公园，北面是博物馆和网球场。人口总共不到1000人，至于军队就更少了，算上宪兵、警察、教皇卫队、消防人员等，总共加起来也才240人。梵蒂冈的国防力量分为瑞士禁卫队以及梵蒂冈宪兵。瑞士禁卫队人数约为110人，负责保护教宗、显要人物以及有属于教宗的建筑。梵蒂冈宪兵人数约为130人，负责梵蒂冈城的社会秩序、边境管理、交通管制、刑事调查及一般警务工作。梵蒂冈宪兵的制式武器为格洛克17手枪，也会按照情况配备格洛克19紧制手枪，甚至贝瑞塔 M12 及 HK MP5 等意大利警察配备的冲锋枪。而 GAR 特勤队则配备以9毫米口径为主的大毒蛇 Carbon 15卡宾枪。梵蒂冈宪兵均有配备胡椒喷雾器和警棍，甚至催泪弹，以应付发生在梵蒂冈城国范围内的集体骚动和暴动。不过国家小，军力弱，却没有国家去攻击它。梵蒂冈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影响力却是很大的。它是天主教教皇的所在地，除了宗教原因，攻打梵蒂冈的确没啥必要。梵蒂冈在国际上的地位虽然还算重要，但毕竟它的国土面积实在过于狭小，这样一个国家又没有资源，又不是什么兵家必争之地，很容易在战争中被忽略。而作为国中国，想要打梵蒂冈，就要先经过意大利，这就不是很简单了。聊完梵蒂冈，再来看看世界第2小的国家摩纳哥。摩纳哥是位于欧洲西部的一个南欧城邦国家，三面被法国包围，南濒地中海。摩纳哥公国面积 2.08 平方公里，其中 0.5 平方公里为填海造陆而来，总人数大约4万人。相比较梵蒂冈，摩纳哥的人数也是很多了，但是其与梵蒂冈一样，都是无军队国家。摩纳哥在17世纪后中断了对军队的投资，维持了非常少的军事力量。虽然没有军队，但是有负责摩纳哥王室禁卫骑兵队和小规模特殊部队，国防权委任给法国。根据法摩有关双边条约，法国承诺保护摩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还有500多名治安警察，其人均警察数量排名全球第1。所配备的武器也是手枪、冲锋枪之类的制式武器，飞机大炮则是想都不用想。接下来是世界第3小的国家瑙鲁，瑙鲁共和国简称瑙鲁，位于南太平洋中部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中，有天堂岛之称。瑙鲁面积只有 21.1 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小的岛国，全岛长6公里，宽4公里，海岸线长约30公里，最高点海拔61米。它们的岛屿小到不能容纳任何的河流和湖泊，因此饮用水完全都依靠进口。而这个岛国有效面积仅 21.1 平方公里，整体呈现一个椭圆形的样子。岛屿整体长仅6公里，如果是开小汽车，在高速路上只需要5分钟就能够跑完。其人口约 1.3万人。
瑙鲁的军事力量仅仅有100名警用人员，其他的防卫力量都是依靠着澳大利亚的帮助。世界面积第4小的国家则是图瓦卢，旧称爱丽丝群岛，也叫泻湖群岛，位于南太平洋，由9个环珊瑚岛群组成，国土面积约为26平方公里，是仅次于瑙鲁的世界第2小岛国。图瓦卢无军队，仅有警察和海防队，穿英国制式服，装备太平洋级巡逻艇。国家警察部队和图瓦卢警察部队总部设在富纳富提。值得一提的是，在图瓦卢还有美国驻兵，所以其国防力量基本没啥问题。最后一个国家是圣马力诺。圣马力诺共和国简称圣马力诺，是世界上最袖珍的国家之一，位于欧洲南部，意大利半岛东部，整个国家被意大利包围，所以圣马力诺属于国中国，是个没有红绿灯的国家，面积60.75平方公里。圣马力诺奉行中立政策，因此无正规军，也不实行义务兵役制，但在遭受外来侵略的情况下，所有的16至65岁的公民都将应征保卫国家。其防卫力量分为4部分，城保卫队主要负责对政府机构常规服务与边境巡逻，保卫议会所在地和执政官的安全，在重大仪式中组成仪仗队炮兵，必要时与宪兵合作。民兵16到55岁的公民均可参加，负责参加官方典礼或仪式，在特殊时刻协助宪兵与警察。宪兵负责预防及打击犯罪，维护公共秩序，保卫公民及财产安全，监督法律与法规的执行等。由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员组成，还有一部分就是警察，其作用与其他国家并无区别。常备军这一点可能是圣马力诺区别于其他几个欧洲现存的袖珍国的最大特色。像安道尔和摩纳哥都是法军保护，自己并不设立军队，而列支敦士登更是早就撤销了常备军。只有梵圣2国还保留着，而梵蒂冈用的是雇佣军卫队，而非本国招募的士兵。不过无军队国家并不代表不安全，正如开头所说，一个是有其他国家的保护，一个确实没啥必要。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还知道哪些无军队国家？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下期见。